各位观众老爷，你们好啊！我是阿尼梅饭。4月新番女神异世界转身想成为什么？我勇者的肋骨这不只是肋骨啊！从魔王城的右大门到市民广场上钟楼秒针，男主一集死3回，次次不重样。看别的异世界番是看之前放脑子，这一部是连人带脑子被硬控20分钟，一集下来我有一种我的海马体是不是也是转生者的错觉。目前动画才播到第4集啊，开了个好头，那未来还可能整哪些活呢？这期就借着这个机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动画中的特种演出。现在利用你回忆有些什么神奇演出的时间，再来给自家的会员频道拉宣传。阿尼妹猫仔日记持续更新中，有实力的朋友支援一罐猫粮饭某请你看正片，还请大家多多支持啦。在剧本和分镜确定的情况下，对画面构图、镜头设计、动作、表情、时间、色彩、画风、音效的综合安排。说起演出，那我是肯定说不起啊。那什么是正常演出，什么是特种演出，就更难给出标准回答。比如2000年前动画都是在纸上作业，镜头垂直拍摄的 AKA 赛璐璐，这种技法在当时自然是普通，但到现在动画制作全面电子化，若是用赛璐璐制作，哪怕只是后期去模仿，就成了一种特殊。然而风水轮流转，这2年仿古风格盛行，赛璐璐春风2度，4:3的画幅比率可能重回巅峰。你说真的特殊吗？就也还好。所以突然的素描或者原画画风是特殊吗？芭比的游戏画面是特殊吗？3选2是特殊吗？又下去。就我自己的体感而言，这个是正常波奇，这个是有点奇怪但还可以接受的波奇，而这个嘛，我觉得就是 rare 特殊波奇了。那类似这种号称神机错乱、画面崩坏的抽象演出，在《勇者的肋骨》中也有出现。当然，让这种风格名扬天下的，自然是出自还会在本期影片中连续返场的人类泡泡子和屁屁美的日常。巴巴尼咪咪咪，这个在 Pop Team Epic 中的王牌栏目是由 AC 部制作。随着作品的病毒式传播， AC 部警告名声鹊起之后，对于动画中突然出现的类似这样的抽象随意瞎勾巴乱搞的演出，也经常冠以此名。所以 AC 部到底是什么呢？1998年，多摩美术大学的3个好基友组建了以创意影片为内容的小社团，因为大家都很喜欢玩装甲核心 Armored Core， 故取名 AC 部。虽然之后他们做的这些抽象内容和装甲核心没有半毛钱关系。必须要说明的是， AC 部其实不只是抽象画风、剪贴拼接、特摄以及会在之后出场的纸之居等不按常理出牌的表现手法都是他们的强项。19年，鲍勃尼米咪咪获得了有动画界的奥斯卡之称的安纳西国际动画电影节的提名。玩归玩，闹归闹，人家还是正统的学院派。说到赛璐璐有一个我印象中只在纸上作画时期出现过的特殊演出方式——烧。出自1998年比士比女的故事，动画中用烧穿原画的方式表现了女主雪野登短廊之后的情难自已。本部作品的导演就是刚做完 EVA 电影版创作力爆表的安野秀明。在那个 CG 特效还是一坨的时代，痞子熟练运用特摄手法，端出了很多有意思的诸如大字报穿插实拍蒙太奇这样的表现形式。虽然很多现在看来又是项目后期资源跟不上的无奈之举，不过创意的手法给后来的人打开思路。只是像是烧纸这种我是真想不到第二个了。虽然没有火，但有水本季被 Amazon 关起来的日本3国贡献了非常多物语式的演出极致的干脆混沌。而其中说到糟老头子仗着自己是大官烧杀抢掠的时候，花荣被欺负的女子的眼角泛出眼泪，随着滴落竟然还晕湿了纸张。对于如何拍出这样的演出的，我是没搜到答案。如果是实拍的那很好，如果是 CG 也是以假乱真，值得嘉奖的一咖。
玻璃油画或者叫玻璃彩绘，顾名思义就是用油墨在玻璃上进行绘画。17世纪时曾风靡欧洲，后也传入中国，是清末时期大户人家的优质陪嫁品。而把玻璃油画做成动画时，动画师会用混合甘油的漫干颜料在玻璃上作画，拍好一帧后，直接在原画的基础上按照分镜演出去进行细微调整，也就是不是画出第二张，而是抹出来的。包括经典的老人与海短片，还有去年上海美术制片厂推出的新电影燃笔娃，都大量使用了这种特别的演出。而我的观众可能更了解的是来自《灵能100%》第1季的 ED。这种玻璃油墨作画最折磨人的一点是容错率很低，搞砸一点就可能要整一咖从头来过。而这1分30秒的短片是艺术家佐藤桑一个人耗时1个月慢慢磨出来的，混合画笔纹路和油彩厚度的手工痕迹，透亮中又有着压迫感，正片中亦有惊鸿一瞥。只要他出场都不是 mob 100%这么简单。沙画也是ED找感觉的好选择，和玻璃油画类似，沙画也经常是在一幅画面上进行推演，而画师手的直接出镜，让除了画面本身，作画过程也成为了品味中的一环。最近沙画的优秀应用应该是在 Dr. Stone New World 的第2季 ED 琥珀的单人演出回。画师手在沙盘上涂抹滑动的流程，自带一种演出的 timing， 配合画面可以镌刻下时光的痕迹。这第2季的ED也是千虎的发糖巅峰，最后琥珀笑的那下，求和啤酒emoji，这神经大葱头就知道造火箭的。用粘土或者橡皮泥也行，搓个小人拍定格动画是有100多年历史，至今还在推陈出新，甚至创下票房纪录的老手艺。粘土定格动画在动画中的出场不算少，本次勇者肋骨的动画中，男主一招转身成为了魔王城的右大门这一整段就是粘土动画了。小哥平等的夹死了每一个路过门口的生物，这真的不是机制 bug 吗？泡泡子和屁屁美中的粘土演出当然有的不必多说。而在孤独摇滚中，小波奇听到体育季后突发恶疾，脑补画面全面粘土化。他是怎么做到又可怜又搞笑的？另外，最近刚刚动画完结的东岛丹三郎想成为假面骑士的ED，那个疯狂锻炼的章鱼丸子也是粘土。你不会真以为是可食用的？那既然说到了定格动画，就还有一些另类的材质包，比如羊毛毡，最有名的无疑是天竺鼠车车。最近在上映的同样是天竺鼠车车作者整出来的塑料片蛀牙娘，还有什么纸板画呀、实物照片布艺等等，不局限于传统的定格动画，而更多的是用实物进行拍摄演出，再加上后期的制作融合这和之后要讲到的实拍有一定的重叠这边开个头，到之后再细说。和定格动画有点类似，利用模型进行真实 3D 拍摄也是别有一番风味。最近的好例子就是去年的 City 地主田边家的这个城堡就是用模型打造的。除了单独的画面外，还有用作背景，带来2D 人物混特摄风格的奇妙观感。不知道大家看出来没有这次勇者的肋骨也有做女神转身殿的实物模型。对，你从动画里看到的女神房间的背景全部都是实拍来着，甚至为了不穿帮，女神的椅子前面左大门做的桌子，还有这些磨免的陶俑，都是动画制作组按比例制作的。用模型来演出角色，即人偶，这个品类也是多种多样，比如在恋上换装娃娃中对女儿节人偶进行专业介绍时使用的传统木偶戏。海梦这个吃货形象已经彻底回不去了呀。同样，尼尔自动人形正片后的小剧场中也有用到木偶，比起精致复杂的木偶，一些简单的布偶也能达到不错的效果。在游戏三人娘正片后的小剧场内，经常能看到剧中角色换个造型继续下胡搞。不过也不是所有布偶都简单，你可问过东离剑游记的大名。
2014年，著名《爱的战士》编剧须原玄应邀出席台湾动漫节，对传统布袋戏情有独钟。后来带到日本一通安利，还真的把牌桌给凑起来。于是乎，老须执笔，台湾本土人偶师作为主力，日本提供商业指导，外带送了一个写曲子的泽野弘之。Thunderbolt Fantasy 乍看上去不可能成的布袋剧企划，在过去10年推出了4季动画、2部电影，成为了目前世界上规模和品质双双在线的布袋人偶演出的集大成作品。纸之居是一种源自昭和时代的传统街头表演，简单说就是有声漫画 live。动画里也经常用这种形式来演个剧中剧，交代事件。从源头来说，是和布偶戏一样演给小孩子看的，无论是制作还是表演都比较简单。但在泡泡子与PP美的动画中，之前提到的 AC 部利用快速交替翻页、手动拉伸纸张，甚至撕裂纸张来模拟爆炸等等非常规的超高效级操作，将单纯的纸之居进化成了某种特技。在动画第2季中，更是推出了霸占一整集，长达10分钟，变换场地还有一镜到底的 Hell Shake 石野。也许他们不是第一个这么干，但无疑 AC 部将所谓高素质之居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这次的勇者的肋骨中惊喜出现了高素质之居的演出，虽然没有 AC 部做的那么炫酷，但与动画正片画面无缝衔接，观感十分舒适。且翻动纸之居动画师的手上的手套还破了个洞，这种精细操作中的随意感完美贴合动画认真的乱七八糟的风格，无形之失也好，刻意设计也罢，够好综艺呀！本次关于特种演出的盘点介绍呢，就先到这里。对，后面还有一个大类实拍没有说到，放下期。如果你还想到了什么特殊的演出方式，也十分欢迎留言投稿，人多力量大，你写我好抄。那还是记得订阅、点赞、收藏、分享，感谢收看，不只是聊动漫。那我们下次再聊。